姐，我不想失去彤彤，不想离婚。战毅先说话。姐，我也知道我一直隐瞒着身份，对彤彤来说是一种欺骗。彤彤和别人不一样，她不会因为我是富豪就会特别开心。我是对不起彤彤，她生气，打我骂我都可以，就是不能离开我，不能离婚。等战毅说完后，海玲就说你是不是觉得彤彤走出这栋别墅，你就永远看不到她了？战印不说话。他是怕海彤走出这栋别墅后，他是真的见不到她了。战印，海彤是我的亲妹妹，我们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她不是那种遇事就退缩、逃避的人。她再生气、再愤怒，哪怕向你提出离婚，她都不会逃避。逃避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再恶劣的情况都要面对现实。你让她跟我回去，在我那里住上几天，冷静冷静也好；不让她跟我回去，被你强留再下来也罢。她若做出了决定，结局都是一样的。战印沉默。战印，以往姐不觉得你霸道偏执，那这件事却让姐看到了你真正的本性。你要想一想，你的霸道，海彤愿意承受吗？手里抓着一把沙子，你抓得越紧，沙子漏得越快。同理，你越是霸道，海彤越想离开你。你们培养出来的那点感情，经不起你这样折腾。消耗，真耗光了彤彤对你的那点感情，你们就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你是想要一个有灵魂的彤彤，还是想要一个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彤彤，霸道禁锢不是解决的办法。海玲说完后又叹了口气，你好好的想一想吧。回屋里拿点冰块敷一下你的脸。彤彤下手也狠了点儿，半边脸都肿了。沉默不语的战印开口了，他说只要彤彤的手没有打痛就行。战印，你要悟透什么是真正的爱。海玲说完就回屋里去了。战印没有跟着进屋，他站在原地，俊脸绷紧，像大理石，又冷又硬。那两片薄唇也抿得像棒一样紧。大姨姐和沈小军都是这样劝他的，劝他放海彤离开，让海彤冷静冷静。说海彤不是遇事就会退缩逃避的人，可他不敢赌呀。哇，海彤送着姐姐出来了。看到站在那里的战印，海彤也就是瞟了他一眼吧。钟叔以及佣人们，甚至连隐身了的保镖团都在海彤走出来时全都露脸。海彤知道那是他们怕他跟着姐姐一起离开，就战印不允许的情况下，他还真的是走不出去。海彤没有尝试着跟姐姐一起走，他站在停车场上，看着姐姐上车，听着姐姐的叮嘱，在安慰姐姐不用担心她。海玲知道战印不会伤害妹妹，只是彤彤姐明天再过来。海玲一边把车开动，一边对妹妹说道。海彤呢，这朝姐姐挥挥手，看着姐姐开着车子离开远去，直到看不见。夜色阴暗，冷风凛冽，气温急剧下降，如同海彤此刻的心情啊。转身，她往回走，不是回屋，而是就在院子里漫无目的走着。战印远远跟着她，夫妻俩全程再无交流。那他们之间仿佛一瞬间被冰雪冰封，冷冰冰的。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海玲的租房里，洋洋醒来看不到妈妈，只看到他害怕的陆叔叔，小嘴一扁就哭闹起来。陆东明想抱他，他不让自己滑下床，边哭着找妈妈，边在屋子里寻找海玲的身影。找遍了屋里啊，都没有找到妈妈。洋洋哭得更厉害了。洋洋，要不要吃糖啊？别哭了，陆叔叔给你糖吃。陆东明哄着他。我不要糖，我要妈妈。陆叔叔带你去买风车好不好？我不要风车，我就要妈妈。洋洋哭得更厉害了。陆东明怎么哄都哄不住他，主要是他也不会哄孩子。最后他还掏出他的手机解了锁，把手机递到洋洋面前，哄着。小祖宗，别哭了，来，陆叔叔给你玩手机，看动画片哦，好不好？
洋洋一手拍开了他的手机。手机都不要。陆东明头痛地扒了扒头发，现在的小孩子不是见到手机就啥都好说吗？哇，洋洋居然不玩手机呢。不过呢，玩手机害处多，洋洋太小，的确不宜玩手机。这个时候就传来了开门的声音，陆东明赶紧把手机揣进裤兜里。可不能让海玲看到他拿手机来哄洋洋呀。那是教坏了人家的孩子。海玲还在楼梯上呢，都听到了儿子的哭喊声。他就加快脚步上了楼，赶紧开门进屋。妈妈，洋洋看到妈妈回来了，边委屈地哭着边跑向海玲。海玲弯腰抱起跑过来的儿子，见儿子哭得眼泪鼻涕糊一脸，先抱着儿子去拿来了纸巾，帮儿子把眼泪鼻涕都擦干净。洋洋，妈妈回来了，别哭了。他把儿子的头按靠在他的肩膀上，柔声安慰着。别哭了，妈妈就是出去办点事，不是不要洋洋的。陆叔叔在呢，洋洋怕什么呀？洋洋就是陆叔叔在，他才怕呀。陆东明讪讪地道：海玲，我哄不住洋洋。洋洋醒来看到我就哭，然后要找你。我想了很多办法，都哄不住他的哭喊，请原谅他真的没有带娃的经验。洋洋醒来的时候看不到我是会哭闹的，要是彤彤在还好一点，彤彤都不在，一般人都哄不住他，那连他爸都没有这个本事。当然也是周红林很少花时间陪伴儿子，他偶尔有空在家，也就是逗弄一下儿子，把儿子逗哭了就赶紧溜。忽然提及周红林，陆东明就不说话了。那海玲则想起叶佳妮曾经向他炫耀过，说他和周红林会在今天情人节去民政局办结婚手续。海玲心里想着，是叶佳妮故意的吧？选在情人节领证结婚，以为是在打击他呢。海玲都想笑，不明白叶佳妮为什么会认为他离婚后还会爱着周红林。如今呢，周红林至于他呢，不过是洋洋的爸爸而已。陆总，谢谢你。虽然陆东明哄不住洋洋，海玲还是感激不已。他今天一天都在陪着母子俩，只要他不在他面前唠叨着战印的多么不容易，多大的苦衷，海玲会更加感激他的。不用谢我啊，这我主要是关心战印夫妻俩。陆东明老实地道，像是怕海玲会误会他有什么意思似的。你去看过了他们怎么样了？陆东明关心地问道。海玲叹口气说道，你和战印认识了很长时间吧？你们其实就是好友，不仅仅是有生意往来这么简单的。陆总，连你都帮着战印撒谎，欺骗我们。战印什么脾性，你比我清楚。他现在固执地认为，只要他留下彤彤，就没事。彤彤想从他的别墅里出来，他都不让。我看他也身心疲惫了，彤彤则有点心死的样子。陆东明张张嘴，想替好友说说好话，却又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好话他已经说了无数遍，说的他口都渴了，在海玲这里喝了不少的水。现在除非战印想通透了，否则我们都无法帮他们破冰。想到战印的臭脾气，陆东明都忍不住叹口气，给战印几天时间吧，他会想通透的，抢留住海童在他身边，那样只会让关系越加的恶劣。他不懂情爱的都能想明白，战印就想不明白吗？陆东明看看时间后对海玲说道，海玲，我先回去，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可以打电话给我，我送陆总啊。陆东明没有拒绝海玲的相送。海玲抱着儿子送陆东明下楼。洋洋，陆叔叔走了。陆东明轻捏一下洋洋可爱的小脸，在洋洋拍他的手之前，他先一步缩回了手，然后在洋洋的怒瞪之下，哈哈地笑着上车，很快开车离去。等到陆东明的车子看不到了，海玲才抱着儿子转身往回走。海玲，熟悉的叫喊声传来。海玲都不用回头也知道是周红林，他就停顿了一下脚步声，还是头也不回地往公寓大楼里走去。海玲啊！周红林再一次叫喊，这一次他
他的叫喊声还夹着愤怒，可能是海玲对他的不搭理让他愤怒吧，也有可能是他刚才远远地看到了海玲送陆东明上车，让他很生气。周红林跑过来，抢在海玲进大楼之前挡住了母子俩的去路。他一进前，海玲就闻到了浓浓的酒味。他皱眉抱着儿子后退了几步，嫌弃的道：周红林，你喝了多少酒？臭死了，你走远一点，别熏着洋洋。周红林瞪着眼瞪着海玲看，他是喝了不少的酒。应酬吗？他最近真的很不好过，工作越来越不顺。回家后还得面对老母亲和姐姐的唠叨、投诉、告状，说叶佳妮如何不贤惠。今天情人节，他和叶佳妮如愿地办理了结婚手续。虽说得不到他家人的祝福，但他还是觉得幸福的，给了真爱名分嘛，对得起叶佳妮了。不过夫妻俩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一下，又被老总电话催回了公司继续工作。然后他看到了关于战少宠妻的采访，海彤的老公战印竟然真的是战少，他当初怀疑过的被他否定了，结果战印真的就是战少。叶佳妮知道这个消息时，嫉妒的都要疯了，嫉妒海彤那么好命，竟然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上次知道商太太是海玲姐妹俩的亲大姨后，叶佳妮也是羡慕嫉妒恨。叶佳妮一个下午都在嫉妒中度过，这让周红林很不爽。海彤嫁给战家大少爷，那是海彤的事，叶佳妮嫉妒成这般，是嫌弃她吗？海玲啊，周红林说话了，却是在质问着海玲，刚才那个男人是陆总吗？陆总从你家里出来，你们做了什么？他是不是在追求你？海玲最近瘦了很多，虽说离苗条还相差甚远，相较于离婚前，她是瘦了，怪不得你现在瘦得这么快。你是不是觉得你减肥后就能恢复你婚前的容颜，然后和你妹妹一样飞上枝头变凤凰？海玲，我们曾经是夫妻，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好心提醒你一下，别不自量力啊，陆总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你想改嫁，能有个老头子喜欢你就很不错了。你以为你能像我一样，离了婚还能娶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海玲的脸冷下来，周红林，我和陆总是什么关系？与你何干？你以为你是谁？哪根葱啊？哪根蒜了？你还有资格管我的事吗？你是很了不起，离了婚还能娶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回家，那你回家找你的年轻漂亮的亲戚去，跑来我这里叫嚣刷存在感做什么？该不会是娶了叶佳妮后发现她还不如我，后悔了吧？周红林一脸黑线，啊呸，谁后悔谁是小狗。我和佳妮现在不知道有多幸福，我那是好心提醒你，免得你被人骗财骗色。你现在花的那些钱可都是我给你的。海玲冷笑，我谢谢你的提醒，什么叫你给我的？那是我应得的。周红林，你如果是来看洋洋的，可以，但你要是跑来对我指手画脚说教的，请你哪里来的哪里去，我们已经没有半点关系。周红林被他驳得脸红耳赤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忽然跑来找海玲想做什么。那看到陆东明从海玲租住的这栋大楼出来，海玲还抱着他的儿子送陆东明，周红林就生气。海彤真的是战家的大少奶奶啊！周红林忽然换了一个话题，海玲似笑非笑地反问他，是又如何啊？与你何干？周红林一噎，半晌后他说道，海玲，我们离婚的时候你承诺过的，只要我按你的要求分割财产，把洋洋的抚养权让给你，你保证离婚后不会对我进行报复的。我现在工作很不顺，我怀疑我是被人针对的，是不是你搞的鬼？海玲说道，我承诺过我本人不会再对你进行报复，言出必行，我行事光明磊落，说得出做得到。你工作不顺那是你的事，我可没有在背后搞过鬼。周红林不相信，问海彤呢？海彤是战家大少奶奶，现在要什么有什么，她想整治我，容易过吃饭，是不是她在整治我？海彤和战印做什么我管不着，
我是承诺我本人不会再对你进行报复，我是做到了的。海玲的话让周红林黑脸，后知后觉地发现他被坑了。海玲冷冷地看着前夫，说道：海童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管你的事，你自己工作不顺，是你的能力有问题，别有什么事儿都赖到别人的身上，你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妹妹还是现在才知道自己成为战家大少奶奶呢，哪有时间利用身份去整治周红林？不是海童也是战印，肯定是他让战印整治我的，让我和佳妮都工作不顺。周红林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恨，他又不是笨蛋，刚和海玲离婚就出现工作不顺，天天挨老板骂，这个月奖金更是被扣了个精光，只能拿点底薪了。他在威浩已经待不下去，现在全公司上下都在等看他什么时候离开。如果没有人整治他，以他当初混得风生水起，不可能急转直下的。或许真不是海童，因为他现在才知道战印就是战少。但说战印没有点动作，周红林是不相信的。战印会整治他，还不是为了给海玲出气啊？海玲当初是不是有预感，或者知道些什么？所以他承诺的是他本人不再报复他。那周红林也怪自己离婚的时候没有分析出藏在其中的漏洞。你认为是战印整你，你去找战印对峙呗，周红林。你真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战印是什么身份啊？他有那个时间来关注你这种连根葱都算不上的小人？费心思整治你都是浪费时间，明明是你自己能力有问题，天天忙着和姓叶的秀恩爱，工作上会出问题，呵呵，正常。周红林冷哼，战印是战家大少爷，他要整治我一个电话就行，何须他亲自动手？你认为是就是有本事的，你去质问战印。我不是战印，我不知情，总之我承诺的我做到了，你怨不到我头上。海玲说完，抱着儿子越过周红林走进大楼去。那周红林转身恶狠狠地瞪着海玲的背影，忍了又忍，才没有动手。海玲还抱着洋洋呢，她不能在儿子面前动手。动手的后果她也承受不起。不说海童夫妻俩会如何报复她，仅是海玲的狠她都承受不起。冷风一吹，周红林的酒醒了不少，他似是傻了傻，他怎么会来找海玲的？手机响了，他就掏出来看，来电显示是叶佳妮打来的电话。喂，佳妮，我在回家的路上。周红林晚上应酬的时候没有带着叶佳妮，哄她说今天是他们领证的日子，不想她那么累，哄得叶佳妮下班后就回家了。路上开车小心点，我在家里等你。好。周红林呢走向自己的车子，上车后呢，忽然想起以前和海玲在一起的时候，他只要喝过了酒，海玲就都会叮嘱他不要酒后开车，酒驾害人害己。叶佳妮明知道他去应酬，少不了要喝酒啊，打电话过来，是会叮嘱他路上开车小心点，却不会提醒他酒后别开车。那两相对比之下，周红林心里不是滋味，只能自欺欺人地想着，佳妮只是年轻，还不懂得怎么关心人，慢慢会好的。周红林在盯着海玲租房的那栋大楼良久，才开车离去，还特意去花店买了一束花回家。回到他租住的大房子，刚开门，就看到母亲一脸愤怒地坐在沙发上，父亲和叶佳妮都不见在客厅里。姐姐一家子早在孩子们开学后就回老家去了。不过姐姐夫妻俩都失业了，托他帮忙找工作呢。那周红林自己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哪还能帮姐姐夫妻俩找工作啊？然后姐姐就抱怨他，自从和叶佳妮在一起后，他就变得倒霉了，说叶佳妮是个扫把星，谁碰了她谁倒霉。开始说着海玲的好话了，说海玲虽然胖胖的，有点难看，但她旺夫呀，自从她嫁给周红林开始，她就事业有成，混得风生水起，才会赚有如今这样的家财。姐姐向她吐槽的时候音量又大，压根儿就不怕叶佳妮听到，叶佳妮自然很生气，跟她姐姐大吵一架后，就轰她姐姐一家人离开。如果姐姐一家人不走呢，就要姐姐交一半的房租钱，还有伙食费等等，
说要与姐姐一家子 AA 制，把她解气的发飙。周红林想起姐姐和叶佳妮大战的那个晚上，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掏了一笔钱给姐姐。彩虹的姐姐带着丈夫儿女回老家去了，孩子们也要上学啊，她还得哄叶佳妮，还得继续和叶家就彩礼这个问题讨价还价。叶家那边是不愿意减彩礼的，说钱给不到位就不让两个人领证，还是叶佳妮爱他偷出来的户口本，两个人今天才能领证结婚。想到这里，周红林神色温和了很多。叶佳妮还是爱他的，并不是图他的钱的。彩礼钱没有拿到手，都肯偷户口本出来和他领证呢。妈，周红林抱着买回来的那束花走向母亲，怎么又气鼓鼓的呀？佳妮呢？周母看到儿子抱着花束回来，不用问也知道是要送给叶佳妮的，她脸色更黑。舒娣站起来，一手夺过那束花，就扔在地上，然后抬脚狠狠地踩着。妈，这花要钱的。周红林赶紧去抢救那束花，可惜太迟了。被母亲一顿踩，已经成了残花败柳。周红林，你心疼这束花，怎么不心疼你妈我？我到现在还没有吃饭，你那个新老婆回来后，就在房里玩手机，叫她做饭，叫了几次也不动，那不是存心要饿死我吗？周红林看看时间，皱着眉说道：妈，你自己不会做来吃吗？你在我姐家里的时候，不就是天天帮着我姐一家人准备着一日三餐？你现在年纪也不是很老，50几岁，咱们老家那些人50几岁还种几亩田呢。佳妮她都在公司里吃过了饭才回来的。周母被儿子说的，感觉这个儿子是有了媳妇就忘了妈。还是海玲好呀，海玲是他儿媳妇的时候，每次他过来，海玲都会买很多他爱吃的菜，烧给他吃都不用他动手。海玲会烧好饭菜了，再叫他吃饭。他要是心情不好，在餐桌上还能挑三拣四，说海玲菜烧得不好。现在这个叶佳妮，在公司里吃过饭再回家，就不知道给婆婆做饭了。周红林，你这是有了媳妇忘了妈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你就是被那个狐狸精迷住了，连妈都不要了。我命苦呀，怎么会生了这么个儿子？怎么就娶了个狐狸精当儿媳妇呀？海玲呀，妈后悔了，妈知道错了呀，还是你更好呀。你会烧菜做饭，会做家务，对我也好，还旺夫。你在的时候，红林工作顺利，财运享通，我们一家人都过得幸幸福福的嘞。你一走，红林工作不顺，收入骤减，连红英夫妻俩都失业了。我这个老太婆更是天天被欺负，我悔呀，悔得肠子都青了。周母一边哭嚎着，一边指责着儿子的不孝。依着海玲在的时候，他们一家子过得好日子，但她没有经泪流出来，那是刚好。后悔，周母是真的后悔。别说是周母了，连周红英那个极品都后悔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以前觉得海玲没用啊，巴不得周红林和海玲分开。等到周红林和叶佳妮在一起了，叶佳妮可不是省油的灯，周红英的挑衅，叶佳妮都狠狠地还击。在周母偏帮着周红英的时候，叶佳妮甚至叫嚣着，让周母以后去跟着女儿过，让女儿给她养老，因为她完全偏向着她的女儿，刁难整治自己的儿媳妇。能干的时候帮扶着女儿，不管儿子儿媳妇，甚至还从儿子家里要好处去贴补女儿。干不动后，就想让儿子儿媳妇照顾养老，做梦去吧。叶佳妮说了，公婆要是再这样拎不清，一心帮扶着女儿，她就生不养，死不葬。那至于周红林要怎么对父母，叶佳妮不管，反正她不是公婆生的呀，公婆没有养过她，她没有义务去伺候他们，把周父周母气得差点提前归西。妈，你别嚎了，我在外面工作不顺心，回到家里想安静安静，你们又天天闹，你后悔有什么用呀？我和海玲都离婚了，我今天和佳妮领证了，以后她才是你的儿媳妇。周红林喝住母亲，不让母亲再嚎。他没好气的道：
海玲在的时候哈，你和我姐天天在我面前唠叨，说海玲怎么没用，就知道花钱，不知道赚钱，天天在家里带个孩子，什么也不用干。说海玲败家，说她还要带着妹妹一起住。人家姐妹俩相依为命10几年，结婚之前，海玲都不跟我们家提过其他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海彤跟着我们一起住，直到海彤嫁人。你和我姐却在背后说3道4，说什么海彤那么大个人了，又有自己的收入，完全可以出去租房子住，非要跟着我们住，那就是想白吃白住。海彤那时候每个月还给2000元生活费呢，我姐在这里住了1、2个月，可是1毛钱都不掏的。海玲的爸妈去世时，海彤才多大？10岁大的孩子，对姐姐依赖性强一点怎么了？相依为命的姐妹俩舍不得分开住，怎么就成了蹭吃蹭住？那都是我们婚前答应过海玲的。你以为海彤要不是放心不下她姐，想帮她姐分担一点家务事，让海玲少累一点，她会留在我家里看你们的脸色？妈，你是该骂死你自己。要不是你和我姐抱怨海玲姐妹俩这样那样的，我和海玲也不会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吵得我们的感情都淡薄了，我才会移情别恋。现在妈后悔了，知道海彤是占家大少奶奶，知道海玲姐妹俩的大姨是商太太，妈才后悔的吧？就算妈后悔了，也得承受这种悔恨，因为我和海玲离婚有妈很大的功劳。佳妮再怎么样已经成了你的儿媳妇，你想你晚年靠儿子儿媳妇养老，就对佳妮好一点，人家不是你生养的，没欠你的，你不先对人家好，凭什么要让人家对你好？妈也不要老是跑到海玲面前诉苦，家丑不外扬。妈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你老是跑到海玲面前诉苦，海玲会同情你，她只会幸灾乐祸。周红林把内心的不满一鼓作气全说了出来，把周母说的脸色铁青，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妈好好想一想吧。周红林说完转身就走。你去哪里？周母见儿子要出去，忙问了句。妈把我要送给我老婆的花踩坏了，我出去再买1束回来。周红林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再给叶佳妮买回了1束花。再次回来时，见母亲依旧坐在沙发上抽泣，周红林心烦，也懒得再搭理母亲，捧着新买回来的那束花进了自己的房间。叶佳妮躺在床上，用手机刷着视频，时不时还会发出笑声。看到他抱着花束进来，叶佳妮把手机一放，人跟着跳下床，赤着双足迎向周红林。老公，你回来了。刚才周红林在客厅里指责婆婆的话，叶佳妮其实在房门口偷听到了。对于丈夫站在自己这一边，叶佳妮就很开心。老婆，这束花送给你，今天是咱们新婚的日子。她还掏出一只锦盒，打开了锦盒，从里面拿出一枚金戒指，这是我送给你的。叶佳妮接过花束，再伸出手，让周红林帮她把金戒指套进她的手指，嘴里娇嗔着，咱们还要装修婚房，省点花钱。我爸妈那里，咱们就出酒席的钱，那彩礼钱意思一下就行了。用周红林的话说，给他父母60几万的彩礼钱，他又得不到的是便宜了2个哥哥，凭什么？叶佳妮的心态变得很快，还没有和周红林领证的时候，父母要多少彩礼，他都劝着周红林答应他的父母。等到领了证，成了夫妻，觉得周红林的一切他都有份的了，就舍不得给那么多钱父母帮扶哥哥了。反正他和周红林已经领了结婚证，父母也要挟不到他了。叶佳妮不愿意当扶歌魔，她觉得她出嫁女，首先就要过好自己的生活，要是她生活富足，娘家兄嫂过得艰难，她偶尔可以拉一把，但想她掏空自己小家的家底去贴补娘家，那是不可能的。听了叶佳妮的话，周红林搂住她，低头亲吻着她的脸。老婆，谢谢你的体谅，咱们是夫妻吗？我是想咱们的小日子过得比你和海玲那会儿更好的。
提到海玲时，周红林明显僵了僵，不过他没有说什么，很快就把叶佳妮抱上了床。春宵一刻值千金呢。另一端，山顶别墅里，海童在外面转悠了好几圈，走的脚都累了，他才回屋里。战印默默地跟着他，每次他想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一句占骗子，离我远一点，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就让战印理不直气不壮的，只能默默地跟着他。回到屋里的时候，海童的手机就已经充满了电，他拔掉了充电器，拿起手机看到有好多未接来电以及微信信息，还有短信的信息呢。占骗子，充电器放在这里，你自己拿。海童丢下一句冷冰冰的话，把充电器放在茶几上，拿着他的手机上楼去。彤彤，战印低沉地叫着他的名字，那拖长的尾音带着点可怜兮兮的这味道。海童充耳不闻，径直上楼去。战印赶紧跟上啊。海童自然不会住回他们夫妻俩的房间，他是进了那间客房，进门后就把房门都反锁了，让战印就算有备用钥匙也无法把房门打开。战印被挡在门外，他敲着门，语气放柔，说道：彤彤，你气还没有消吗？你说你要我怎么做你才会消气，才会理我？他受不了他的冷漠疏离，受不了他开口闭口都叫他占骗子，可他反抗激烈时他也受不了。战印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向苏南寻求帮助吧。苏南又说要冷静冷静，想到办法再告诉他。苏南需要冷静什么呢？海童不理他，他在房里的那套沙发上坐下来，打开了手机，查看了未接来电，除了沈小军之外，还有战家人打来的。那再看微信信息呢，有姐姐发的，也有沈小军发过来的。微信上加好友通知也有很多，不用看也知道是战印的家人齐上阵，想帮战印说好话。海童心酸的想着呢，有什么好说的？就他们一家人都在骗他，别以为他只会气战印，战家人一个都跑不掉，他都气着呢。海童先给姐姐回了信息，之后才打电话给沈小军。海童。沈小军很快接听他的电话。海童，你现在怎么样了？白天的时候你的手机一直是关机，我打了几百遍都是关机，晚上了好不容易能打通，你又不接电话。海童在好友面前那是强装欢颜，他说道：我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所以你们打不进来，后来借了占骗子的充电器才把电量充满。占骗子？沈小军听出他话里的愤怒，知道他还没有消气。也很难消气啊，被枕边人骗了那么久，原来是没电了啊，可把我吓坏了。你还好吗？海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苦笑的道：我要说我很好，那都是骗人的，我不好，我非常的不好，小军，我现在失去自由的那个混蛋，不让我离开他别墅半步，我姐来看过我，要带我回去他都不让。沈小军他手段激进了点儿，他打过电话给苏南，说他把你劈晕了。提到这件事，海童就是一肚子的火气，他委屈地道：明明是他的错，我生气，还不许我生气吗？我想冷静冷静，他居然劈晕我，差点没把我后脖子劈断，我怎么就跟这样一个男人结婚了呢？都是奶奶害我呀，奶奶从头到尾也在骗我，她当初要是表明身份，我宁愿花钱请个人配合我演戏，骗我姐，都不会和战印闪婚。一大家人都是骗子，把我骗得太惨，我不原谅他，短期内他别想我原谅他。我和他的婚姻差距太大了，我想离婚，离婚协议书都写好了，不占他一分便宜。他不同意离婚，还把我写好的离婚协议书都撕了。海童会写离婚协议书，一是被骗后的愤怒，二是潜意识觉得他高攀不起战印。不论是沈小军还是商小飞，总在他面前说，婚姻就要门当户对，竹门对竹门，就木门对木门的
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呢，更容易交流。不同层次的人呢，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见识上都不一样。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只发生在童话里，更何况人家灰姑娘家里并不穷，人家是贵族出身呢，她不过是被继母虐待而已。海童，你试试能不能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吧。他不让你离开他的别墅半步，这不是等同软禁。我想战先生，叫他战骗子吧。沈小军，好，他是战骗子。战骗子是太爱你了，害怕失去你，才会有偏激的行为。你跟他好好的谈一谈，看看能不能说服他还你自由。战骗子真是情伤为负，还是负到100多的那种。在海童愤怒的时候，战印还把他强留在他的身边，那样是火上浇油，只会让海童更加反感他，气他。不过想到战印连劈晕海童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会把海童强留在别墅里，沈小军又觉得很正常了。没看到连苏南都被战印的一连串火上浇油的动作气得不想接战印的电话吗？他那个人霸道固执得很，此刻我都不想跟他说话，更别说沟通了。他是无法沟通的人，他不让我出去，我会让他后悔的。小军，你明天帮我买1卡车的鸡鸭送过来，还有给我送几条2哈，还有2窝猫。小猫要那种还很小的，天天都会喵喵叫，吵死人的。他不让我走，我就把他的别墅闹个鸡犬不宁。他略有洁癖的人，每天归家看到满屋都是鸡大便，看他还能不能忍受下去。海童的思维与众不同呀。沈小军就很爽快的道，行，我明天就去郊外的养鸡场，给你买1卡车的鸡鸭送过去。你给我发个定位，牛和猪要吗？哎，鸡是要大个的还是小鸡？